一群枪手在大街上四处逃窜，很快就被奥菲以诺拦住了。他们开枪疯狂扫射，依旧挡不住奥菲以诺的脚步，被打得老惨了。周围的群众对这一切视若无睹，就像是在看待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直到草加变身为假面骑士加入战斗后，群众们才开始慌张，因为他们全都是奥菲以诺。艰难起身的水源回头看了眼草加，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跑了，抛下了伙伴。在这个年代，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奥菲以诺，纯种人类的数量只剩下可怜的2433人。当水源回到基地后，真理直接一拳抡在他脸上，因为他的鲁莽导致其他人白白牺牲，这让真理很生气。另外一边，以小马哥为首的三人组虽然也是奥菲以诺，但他们的理想是创造一个纯种人类和奥菲以诺和平相处的世界。可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他们一直都被纯种人类所嫌弃，所以三人组急需一件大事来证明自己。于是他们找到了奥菲以诺组织的社长，假装加入，然后趁机打听帝王腰带是否真的存在。社长很看重小马哥，一直都想拉他入伙，但社长的手下持反对意见。就在两边要开打时，社长叫停了小马哥，让步惊云带着帝王腰带现身了。他按下315后就变身成了天帝，直接冲过去暴锤3个持反对意见的手下。社长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清理门户，主要还是想让小马哥看到自己拉他入伙的决心，以及帝王腰带的强大力量。因为帝王腰带一共有2条，并且对使用者的要求极高。步惊云使用的是天帝，但帝腰带至今都没有找到使用者。而在社长心中，他一直都认为小马哥是帝腰带的最佳人选。另外一边，小马哥来到了人类军这里，把帝王腰带的信息告诉了他们，并表示可以去抢一波。可惜的是，人类军里只有真理和启太郎相信他们。就在这时，一伙莱欧骑兵闯进了村子里，这让众人更加怀疑小马哥三人组了。即使被误解，小马哥也不在意，变身后就冲向了莱欧骑兵，为人类和奥菲以诺和平共处的理想而战。与此同时，真理等人的大巴被步惊云逼停了，草加也及时赶了过来，拍了下真理的肩膀后，就准备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一番。结果草加完全不是步惊云的对手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很快就被一脚踢飞了。然后草加骑上摩托，变换成战斗模式，对着步惊云疯狂扫射，看着是挺猛，结果却被3、2下就打没了。步惊云也趁机抱着草加升空，来了招高空自由落体，直接把草加打回了原形。步惊云解除天地变身后，就使出了一招酷似寄生兽的攻击方式，结果了草加，让他化为散沙，含泪领下盒饭。就在步惊云要带走变身器时，小马哥三人组出现了。你见过步惊云变假面骑士吗？小马哥直接变身为人马形态冲向了步惊云，压制的步惊云毫无办法。当他要升空时，结花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，接着步惊云又被小马哥砍了一刀。海棠则是驾驶机器人发出炮弹，成功逼退了步惊云。晚上，真理独自来到了蒙面舞会的场地，原本是想让大家放松一下的，结果现在全毁了。就在他独自感伤时，一个蒙面男出现了，调整好音乐后，两人就跳起了舞。期间，真理感觉蒙面男很像一个人，但又不是很确定。很快，跳完一支舞的两人准备离开了，可就在这时，男人面前发生了爆炸，一伙莱欧骑兵冲了过来。不远处的真理刚好看到了蒙面男的脸，这让真理很是震惊，直接冲过去捡起地上的枪保护他。突然，男人被骑兵撞倒在地，真理赶紧伸手拉他。握手的瞬间，男人想起了曾经的记忆，原来他是巧爷。当初他和真理遭到了莱欧骑兵的围剿，巧爷不仅被打回了原形，还被莱欧骑兵像狗一样拖走了。现在情况危急，来不及叙旧，真理赶紧带着巧爷来到一处垃圾站，从里面翻出变身器丢给了巧爷。这下可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了。伴随一阵光芒过后，熟悉的巧爷又回来了，他直接开启超加速模式，纵身一跃飞向天空，一记12路弹腿教他们做人。完事后，巧爷就骑着摩托车走了，他得先去找米内搞清楚一些事情。自从失忆之后，他就一直和米娜在一起生活。两人还没来得及详聊，水源就出现了。他不仅抢走了变身器，还打算杀人灭口。一旁的米内为巧爷挡了枪，水源则是赶紧逃跑，想要离开这里，结果被赶来的小马哥拦住了。他掏出变声器想要装逼，结果不甘心的水源起身开枪，被小马哥轻松挡下。恼火的水源直接把手雷扔到了小马哥脚下，一声爆炸过后，小马哥的剑被炸飞，刚好插中了水源。小马哥起身后就走过去拔剑，而这一幕刚好被不远处的一个人类军看到了。清晨，小马哥把变身器还给了巧爷。正当两人叙旧时，海棠和接花被人类军抓了过来，带头的正是昨晚那个躲在草丛里的人。这时，真理赶了过来，他相信小马哥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。巧爷也站出来作证，说出了昨晚的经过。但这些闹事的人并不打算放过小马哥，毕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除非小马哥能把帝王腰带抢来，否则一切免谈。小马哥听后选择了包容，即使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他也不忘初心，依旧想要实现人类和奥菲以诺和平共处的理想。然后就带着海棠和结花潜入了奥菲以诺的总部。可惜的是，社长早有准备，并设下了埋伏，释放出了奥菲以诺巨蜥。小马哥变成人马形态冲向了巨蜥，一旁的结花和海棠也跑过来帮忙，但三人根本不是对手。就在海棠陷入危急时，结花冲过来挡下了攻击，受了致命伤，然后被巨蜥直接对进了墙里。小马哥怒了，发疯似的冲向了巨蜥。
西，海棠则是赶紧跑到结花身边，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话。他终于向结花表白了，而结花其实早就知道他喜欢自己，一直都在等他亲口说出来，没想到却是在离别的时候才听到这些话。看着死去的结花，海棠疯狂大叫，悲痛欲绝，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，然后发疯一般的冲向了巨蜥，结果被巨蜥顶飞在半空中一口咬住。这时真理出现了，小马哥看到后不停地质问他为什么要出卖自己，真理的回答也很干脆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当小马哥看向后面时，巨蜥举起了爪子，等他陷入昏迷后，真理也变回了原本的模样。显然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房间里醒来的小马哥简直快要崩溃了，海棠和结花的死，再加上人类的背叛，让他选择背弃理想，为好友报仇。另外一边，变成天地的步惊云袭击了村子，并抓走了真理。斗兽场内，真理被铁链锁住了双手，危急时刻，巧爷来救场了。变身后的巧爷直接摆起了 pose， 准备释放大招，结果却在半空中被击落了。落地的步惊云二话不说，冲上去就和巧爷扭打在一起。找准机会后，他直接带巧爷升空，来了一招小李的表莲华，还好巧爷中途挣脱了，不然头都得摔裂开。起身的巧爷开启了超加速模式，一路追着步惊云打，可等模式解除后，就又被步惊云压着打了。在最后一波对拼中，巧爷的光剑砍在了步惊云身上，伴随着一声怒吼，光剑划过了步惊云的身体，成功将其带走。可战斗却并未结束，小马哥登场了。此时的小马哥已经成为了弟弟腰带的使用者。他一拳就将巧爷打到了观众席上，然后一拳接一拳的打在巧爷身上。可巧爷根本不想打，一直承受着小马哥的攻击，很快就被打回了原形。就在小马哥要一剑结束时，巧爷竟然变成了奥菲以诺。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，就连真理都看呆了，有些难以接受。小马哥也变回了奥菲以诺，和巧爷扭打在一起。巧爷不停地质问小马哥为什么要放弃心中的理想。而此时的小马哥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他必须要为海棠和结花报仇。两人幻化出了人类、假面骑士和奥菲以诺3种形态，最终以骑士的形态完成了对决。巧爷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毕竟弟弟腰带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倒在地上的巧爷得到真理的鼓舞后，起身走向了爆裂器，开启了爆裂模式。变身后的巧爷一拳打在了小马哥的腰子上，甩了下手后，又走过去一拳接一拳的打在小马哥身上，将其打倒在地。然后两人各自开启大招，来了一场终极对拼，巨大的能量横扫全场，最终以巧爷踢碎光之巨剑收尾。毕竟主角光环也不是闹着玩的。可就在这时，真理遭到了巨蜥的攻击，危急关头，小马哥顶在真理前面挡住了巨蜥，但他也被巨蜥的攻击打中了。小马哥强忍剧痛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掀翻了巨蜥。一旁的巧爷趁机补刀，一枪轰掉了巨蜥。力竭的小马哥倒在了地上。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想伤害人类，但海棠和结花的死必须要有个交代。或许这样的结局对小马哥而言才是他最想看到的吧。故事的结尾，场内的奥菲以诺围住了巧爷和真理，可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让开。也许在这一刻，小马哥的理想算是短暂的实现了吧。